每转一次开关就会被拉断一根手指，每过60秒钟就会被吸走一双眼球。他只不过是偷了10块钱，就要被别人绑在凳子上接受这种折磨。脸上的吸盘连接着一个真空机，如果开启机器，那么他的眼球将被瞬间吸走。倒霉的小伙挣扎着想要逃离这里，可是他已经被死死地绑定在椅子上，铁板禁锢着他的右手，想要逃离就只能用左手扭动按钮打开机关。紧接着，只见他一下一下又一下，手指也随之被铁丝一根根的掰断，断指之痛让小伙不停嘶吼着。看到这里，你是否已经汗流浃背了？就因为10块钱，至于被这样搞吗？而这才只不过是个开胃菜，后面还有更好玩的。不打麻药，直接开颅取脑，徒手用锯子切断大腿，匕首给手臂改刀，用吸管取骨髓。满清10大酷刑也比不上其1/1000，诡异、刺激、心跳加速，令人头皮发麻。而这就是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的无删减版2023最诡异的惊悚电影《电锯惊魂10》，快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来看。故事要从电锯老头被检查出癌症说起，医生说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，他悲伤的扭过头，感叹自己人生中还有好多好人好事没做。此时他隔着窗帘却发现照顾自己的男护士在偷自己的钱。对于一个将死之人来说，他完全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，人都要没了，居然还有小偷觊觎他的10块钱财产。老头决定让他好好享受一下自己的手法，于是便将其打晕带回了自己的仓库。随之便有了开头那一幕，面对眼前陌生的一切，小伙慌张不已。此时耳边却响起了机械音，护士本是人类最神圣的职业，如今却被你这种小偷玷污了。现在给你一个选择，要么60秒内掰断自己全部的手指，要么就在真空机里留下你的一双眼睛。起初小伙以为这只是个恶作剧，可伴随着真空机强大的吸力，小伙感受到了压迫，情急之下他只能旋转开关，手指上传过来的疼痛让他有些迟疑。60秒结束，他只掰断了4根手指，而就是这耽搁的10几秒钟，让他损失了自己的一双眼珠。完事之后，老头淡定地走出房间，他来到一个小镇，打算在这里度过自己的余生。还没等他适应这里的生活，一个曾经的病友竟然完好无缺地出现在他眼前。要知道他可是癌症晚期啊，为什么现在还能活蹦乱跳？病友重逢，那家伙好像有说不完的话，还撩起衣服给老头看自己身上的伤疤。老头的眼睛瞬间有了光，谁不想再多活几年呢？病友十分仗义地给他写了个医院地址，声称这是药物鸡尾酒疗法。老头回到家后立刻填写了自己的信息，发送至医院的邮箱。不久后，他便接收到了邀请，电话那头的女人介绍着，这种治疗仅需1次，便可终身免服药物。为了躲避大型制药公司的追查，他们一直在不停地换地方，这一次则是选在了墨西哥进行见面。老头并没有疑虑，紧接着就起身订飞机来到了交易地，这里有专门的司机负责接送，治疗场所也是相当的隐秘安静，而且刚打开门就能看到痊愈的病友和他问好。老头看到这里专业的设备以及有成功的案例，当即就交了治疗费用。医生给他介绍这是半清醒开颅手术，他在病床上可以看到清理坏死组织的过程，强忍着刺痛，迷迷糊糊中他看到了医生所说的景象。等他再次睁开眼时，手术已经完成，医生告诉他手术非常成功，只要再休息几天就能够痊愈出院，旁边还有医院送过来的几瓶止痛药。老头对此感到非常满意，癌症的治愈让他决定在当地多住几天。在回家之前，他来到这里准备登门道谢，眼前的一幕却看得他呆愣在原地，这里早已人去楼空，什么无菌手术室都是假的，而那伙人不过是诈骗犯罢了。老头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，一把便摔碎了手中的礼物。他决定严惩这群骗子，别拿老年人不当杀手。第一个遭殃的就是那个专车司机，老头在他接客的地点将他迷晕。等到卷毛再次醒来时，炸弹和铁丝牢牢地被嵌在了他的胳膊上，而他的手则被锡纸包裹得死死的。如果在3分钟之内不能离开这里，他将会被炸得粉身碎骨。卷毛疯狂地四处寻找出路，眼看着时间将近，他也只能选择照做，亲手将针捅进自己的肉里。剧烈的疼痛让他痛不欲生，所幸在爆炸之前，他成功地将炸弹切割了下来，捡回了一条小命。与此同时，其他的同伙也都被老头给抓了起来。短短几年之间，他们就用这种骗法赚了800万，辜负了30多位患者活下来的希望。老头情绪激昂地讲述着，要让他们接受相应的惩罚。女护士被安排在凳子上，她需要用锯子切掉自己的腿，然后用吸管将其中骨髓抽出。当重量达到100克时，机关才会停止。如果在3分钟之内没有完成这些事，那么他的脑袋将被嘎掉。旁边的医生提示，腿上的虚线就是切割位置。绝望、无助、愤怒让女人痛苦不已，这种恐惧让她有点窒息，而老头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她准备怎么做。眼见逃跑无望，女人只好拿起旁边的皮带勒在大腿上，做好防止出血的措施后，护士拿起线锯，一咬牙，只见鲜血喷涌，大腿肉像被搅碎般掉落。她立马停住了手上的动作，但是一旁的倒计时还在走着，死神已经悄悄来临，护士只能继续切腿。整个房间全是她的嘶吼声，即便如此，她也清醒的要命，手上拉扯的动作越来越快，鲜血和碎肉不停的飞溅。一旁的同伴们都不忍心看这画面。当腿被自己彻底切断后，她急忙拿起吸管抽出骨髓。就在骨髓总量即将越过刻度线时，3分钟的时限却抢先了一步，断头台立即启动，女护士的脑袋被硬生生的切了下来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不切腿呢，起码不用忍受2遍痛苦。护士把损失做到了最大化，骗子们看到这场景，内心的恐惧已经难以言喻，不停地望向身边的同伙。
都不希望下一个轮到自己。而当老头要进行下一次酷刑时，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男人，不停拍打着卷帘门，嘴中嘟嘟囔囔的大声嘶吼着，让他们这群骗子还钱。骗子们似乎看到了被救的希望，而老头也并没有阻止帕克进入仓库，而是命令助手将其打晕，绑在凳子上。他要邀请这位病友一起观看他是如何处置这群骗子。从未经历过这些的帕克大骂他是个变态，但是他的身体却很诚实，眼睛一直盯着屏幕。接下来好戏登场，主刀医生被安置在了电椅上，他在手术中主要负责给患者播放假的清理视频，而这一次老头让他自己给自己开刀。他的任务很简单，就是切开自己的头盖骨，将大脑组织拿出放到罐子里，只要重量超过20克就算结束，便能够拿到钥匙离开这里。老头也给他指了条明路，大脑中其实有灰质，而这一部分只要取出的量适当，就不会影响大脑组织的运作。听完这个惩罚之后，胡子哥先是用力挣扎，想要摆脱这些器具，不过这一切都是徒劳，现在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，胡子哥也就只能认命了。现在的他早已经汗流浃背，倒计时此时也悄然开始。迫不得已之下，他拿起电锯瞄准头顶，忍着剧痛将其切开，紧接着用镊子将灰质夹了出来，放到了装有分解酶的罐子里。不过似乎分解的速度有点慢，此时的倒计时已经快结束了，而克数还没有达到老头规定的量。这时面具轰然关闭，骗子发出杀猪般的嚎叫声，他的脑子里被灌入了无数的硫酸。2分钟之后，他便没了动静。病友帕克在监视器前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甚至还有些后怕，担心自己也会跟他们一样。毕竟在疯子面前，没有什么事是盖棺而论的。下一个幸运儿就是假冒痊愈者的女孩，一把几千度的烤火枪顶在了离他1米远的地方，而他的左手和右脚则被铁链固定着。要想逃离这里，只能自断手脚，否则就会变成一只烤猪。他想了想之前几个同伴的死法，毫不犹豫地拿起锤子就开始朝自己的右脚挥去。瞬间钻心的疼痛并没有阻止他停下挥动着的右手。等到铁链被敲断时，他的脸也已经被烤烂了。后悔、悲痛折磨着他的内心。等到烤枪靠近他时，他甚至企图想用铁锤将其打掉，不过一切都是没用的，尽快将手骨敲断才是唯一的方法。他下定决心，在几十次敲击过后，手骨终于断了，而他也摔到了地上，非常庆幸能够活下来。老头立马拍了拍助手，让他下去救人。可当他扭过身，才发现帕克已经挣脱了束缚，举着把枪对着他们。原来帕克跟女孩的身份是一样的，都是托。他拿枪指着2人，一步步走到女医生面前，转眼就秀起了恩爱。帕克愿意为他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不久之后，他即将履行自己的承诺。紧接着，女医生就指挥帕克给老头戴上铁链，并让他走上自己设计好的刑台。不过还算老头有点良知，他让女医生赶紧送那个被烤伤的女孩去医院，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。女医生却不赞同老头的话，紧接着一脚踩在他头上，顺手还来上一刀送其上了天堂。老头看见这场景，眼神中的目光瞬间坚定了许多。女医生这完全是在自挖坟墓。紧接着他拉出一个男孩，为其戴上铁链。老头和男孩躺在跷跷板上，上方是一个喷射臭水的开关，两个人都有一个拉杆，这要看谁的劲儿大，臭水就会流向另一人的方向，而两人用力相同的话，则都会被灌水。老头想到自己已经是癌症晚期，已经没有什么生还的希望，于是把开关拉向自己的方向。男孩虽然没有被继续灌水，但是他仍然呼吸困难，看得出来男孩是非常有良心的，因为这个人畜无害的老爷爷，他毅然决然地将开关拉向自己的方向。老头缓了一口气之后，直接一把将开关搂过去并卡死。在二人你情我浓之时，帕克有点于心不忍，便提议拿上钱赶紧离开。帕克这个傻大个，在收钱的过程中不知道触动了什么机关，刹那间整个房间亮起红灯，前面还有一个10分钟倒计时。而正在受刑的老头和男孩看到机关停止工作，便站起身来。搞了半天，他们终究是没能逃过老头的圈套。刚才自己之所以承受酷刑，也是希望帕克能够有一丝良知，可是他的表现并不如人意，整个房间都被封闭了起来，玻璃根本就打不碎，而他手中的枪也早已经被老头做了手脚。女医生找到了一个洞，将头伸出去呼吸新鲜的空气，现在屋内已经充满了有毒气体。帕克不想那么早就死，二人便因为这个唯一生存的名额大打出手。女医生人狠话不多，直接一刀戳死了帕克。他也没想到自己为了救人，竟然搭上了小命，凶手竟然还是自己深爱着的人。结束惩罚之后，老头带着男孩和助手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，准备前去惩罚下一批坏蛋。有人说这样的结局真是大快人心，也有人对于老头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。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会如何评价？评论区给出你最真实的感受吧。看电影找驰明，持续更新紧张刺激的好电影。